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这段时间啊，刚过完年，很忙，一直没有好好的给大家拍视频，所以呢，最近视频的更新比较慢。不知不觉，在山水读院这个频道，也给大家更新了100多个视频。中间呢，有分享我们房子的改造过程，然后呢，又去武冈改造了岳母娘家的房子。今年呢，又到武冈拍了一些闲置的房屋。其实整个视频是有一点点比较乱的，没有个统一的风格。之前啊，在改造清水江边的房子快完成的时候，我就给大家说过，我说山水读院这个账号啊，以后可能会更新一些风水类的或者一些闲置房屋的视频。那在视频里面呢，很多朋友都说，石头啊，只要你去更新，大家都支持你，希望看到更多湘西的山水风景。其实大家的这个评论回答我都有的去看，时间不忙的情况下，我也给大家回复了。确实啊，我觉得我们湘西，以前呢，在古时候交通非常的闭塞。我们最主要的还就是我们湘西的风景是特别的美，大江大河，是不是啊？我身后呢就是一条花园河，在我的背后有一座山，那边呢属于重庆的地界，所以说这是我们湖南和重庆相交接的一处地方。我们湘西这样的风景啊，这样的地方是非常多的，所以呢，以后的拍摄方向，我可能更多的就去分享一些我们湘西的山水，然后呢，分享一些我们湘西的闲置房屋，给大家介绍我们更多的一些湘西人文风情，也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到这个地方的目的呢，是应一个朋友所托，他在这边呢以前是准备做一个农庄的，地方呢比较偏僻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门前是有一条河，环境是特别的好，又不想给它舍弃，所以呢，在这边简易的建了一栋房子，偶尔呢也有一些好友过来相聚一下。这边啊，距离边城古镇将近有10公里左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走进它这处院子，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啊，如果继续给它发展下去，做一个农庄，去经营。行不行？当然呢，如果做得好，他也想让我在这边经营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整个院子啊，占地面积将近有15亩左右，但是这边啊，房子只有1栋。平时呢，有些朋友过来聚餐、喝茶、喝酒。这里面啊，都是朋友种的一些绿植，有桂花树啊，有些草本的植物。过一段时间，温度高了之后啊，满院开满了鲜花。这边用石板做了一张桌子，用2根木条放在两边。平时有朋友过来，坐在这个桌子打打牌、喝喝酒、聊聊天。这边呢还做了一个硬画。背后呢是橘子土，然后朋友的这个院子呢是靠近了花园河的河边，下方呢是一处水电站，对面就是重庆的地界了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走到码头，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。底下是院子里面的小船，平时呢可以划船到河中央。朋友在这边呢，平时喜欢做些盆景，种些花花草草。看这边还有个石磨，都是一些摆件、装饰的。这边啊，距离村子啊将近有300米左右，是非常安静的，平时基本上没人过来打扰。这边啊，距离边城古镇将近有10公里左右，所以平时
外面的游客到这里还是比较少的。这也是整个院子不太景气的一个原因。如果在这边做一个农庄的话，还需继续的投入。所以说现在我的朋友呢也是进退两难，想去开发，又觉得这笔投入太大了，到时候可能收不回本。然后这边呢是做了一个户外的厨房，有个移动的柴火灶，平时有朋友过来吃饭的话，在这边炒菜。那边还有些柜子，然后这处地方呢也是可以最靠近河边了，在这里呢可以坐船。然后以前这边呢还扎了一个竹排，但是现在这个竹排是不能上去了，竹子呢都腐烂掉了，真是可惜啊。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去看一下。这边啊就是院子，比较宽的一处位置，没有做硬化，因地制宜，保留了整个农村生活的那种气息。用河里面捡回来的鹅卵石铺在地面，做了一个不要踩到泥巴的硬化。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的，用鹅卵石铺的。这边有几棵大树，还留了一个石桌椅，那边还有荡秋千的，比较休闲。这些呢是罗汉松做的一些盆景。这里呢平时的温度也比较凉快，到夏天的时候啊，在这边乘凉的人还是比较多的。那边呢是留了一块小菜地，种点菜。当然现在是隔了1年没有打理，所以呢那个菜地里面全部都是空着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院子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栋房子。住房呢只有这一间，那边呢是一个算是客厅吧，开放式的客厅，有朋友过来的话在那边聚一聚。有些座椅板凳茶几，其实是挺简陋的，但是整个小院呢给人的感觉也是挺舒服的，就是浓浓的田园风格吧。主要是这旁边的环境实在太好了。从这边走过去啊，是有一处码头的，我们走到码头旁边去看一下。这边有艘小船，也用来做装饰品了。平时朋友相聚，在这边喝茶聊天，还可以唱歌的，那边都有音响。上面写了3个大字：月亮湾。然后这边啊，车子是可以开得进来。在这旁边啊，还有处鱼塘。以前我喜欢钓鱼的时候，也经常啊来他这处鱼塘钓鱼。当然呢，我更喜欢到河里面去钓鱼，因为大河里面的鱼啊，肉质更好，吃起来呢更鲜。还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它这处鱼塘。平时从河里面钓的鱼吃不完呢，都会放到这个小鱼塘里面养。这边的水质啊也是挺不错的。这处鱼塘啊，将近有6、7分地左右。这里就是进入院子的马路，都是做了硬化的，将近有5米宽左右。这底下呢，就是院子的一处码头。这个码头啊，平时村里面会在这边洗衣服、洗菜。整个这个小院呢，靠近村子有300米，然后整个村子呢很小，也就不到10户人家，所以呢，这边是非常安静的。刚才我所说的这块小菜地呢，就在这里，其实上清理出来，直接可以种点菜的。最喜欢的就是门前的这条河了，整个河面的宽度啊，将近有300米左右。因为这边是靠近
大坝边，所以深度呢比较深。据当地的老乡说啊，有接近20米深左右，水质是非常好的。底下就是一处小镇，是湖南的和平还有重庆的鹅涌镇两镇相交接，中间有座桥，绿油油的水，特别干净的。据说啊，这条河里面鱼类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气温高了，沿河两岸钓鱼的人就非常多了。看那边都有木质搭建的一些钓台。这处院子呢，是在疫情之前，朋友陆陆续续慢慢的修建的。他也告诉我说，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，他想再花个15万左右，把整个院子所有的设备给完善。他又担心啊，这笔投资可能拿不到回报，叫我过来看一看，给他出主意。那今天呢，我的朋友是在外地，没有在家，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和他面对面的去谈。后期呢，我们会找个时间，好好的就这个事情啊交流一下，我个人的一些看法。那视频的最后，石头也想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这样的一处院子值得花个10多万，接近20万左右去给它完善修起来吗？然后能不能得到回报呢？确实这个值得去深思。那这期的视频啊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